大家好，我是小狼啊，今天和大家说说中国外交部制裁5名美国官员的事情。在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香港的5名中联办副主任进行了一个制裁美国以官方名义制裁中国官员的事情其实是严重的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了。那么外交部就随后表示了严正的抗议。外交部在抗议以后呢，很多人就说中国外交部只会口头抗议而不敢制裁。但是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就直接打脸了外交部表示针对美国的制裁中国也进行了对等反制，他制裁我们5名中联办的同志，那我们也制裁5名美国的政客。根据反外国制裁法，中国这次制裁了5名平常跳得比较欢的美国政客，而且这5人的来头并不小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级别的美国官员。他们分别是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主席罗琳·巴塞洛廖第三就是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前办公室主任乔纳森，第四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金度允第五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港授权代表亚当金从这些头衔我们看出来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特别是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主导了多起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所以美国制裁我们，但我们的反制手段也非常的狠，可以说是一种军阙打击。那么中国是怎么制裁这5名官员的呢？首先我们先禁止这些人入境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包括香港、澳门等地他们是不能够进入的。所以你看第5个那个香港授权代表，他估计就是没得当了。第二就是冻结其在华资产。那第3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与其交易。很多人就说这美国政客又不会来中国，中国的制裁到底有什么用呢？有这种说法的人其实都错了中国的制裁是非常的有用的。在美国比较流行一种合法的官商勾结制度，那就是旋转门制度。首先美国政客在位的时候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挥自己的人脉，那为企业谋取利润。那任期到了之后呢，他们就退位下来，去企业当高管。那公司呢也给他们丰厚的奖金还有一些薪水等等那他们在企业待了几年之后呢，又可以利用企业的资源还有这个提供的资金然后去参与竞选去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岗位任职从而继续为企业站台。所以他们从政府跳到企业再从企业跳到政府这就是一个旋转门制度。那么按理来说这5名被制裁的美国政客就是都是前高官嘛，对吧？正处于一个从政府跳到企业的路上。但是中国的制裁令发出之后呢，他们就跳不成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原本许诺他高薪高管职务的企业是不敢接受他们举个例子美国有个前国务卿蓬佩奥，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属于被中国制裁过的当今年外交部的制裁令发出之后他背后的金主曾经给予他7000万美元的这个科氏集团就立刻放弃了允诺他的薪水和高层管理职务。有人预测过美国科氏集团给他的这个职级包括这个薪水什么之类的，大概是1000万到5000万左右。那么为什么科氏集团要放弃蓬佩奥呢？因为科氏集团和中国的关系密切，在中国有8家子公司。如果选择了蓬佩奥，那么科氏集团就会损害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从而影响到中国市场的生意。那可怜的蓬佩奥呢，被放了鸽子，就去找其他的一些曾经支持过他的一些公司，那比如说是波音公司杜邦财团等等。但是这些公司呢，一看蓬佩奥被制裁，那也就拒绝了他就不愿意收留他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公司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最后呢，走投无路的蓬佩奥找了一家肯收留他的这个政策研究所当一个什么高级研究员每年只能够拿8万美元的薪水从5000万到8万美元这其中的落差就是中国制裁令带来的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只要中国制裁令一下，这些政客后续的饭碗基本上都被砸了。因为现在中美贸易是如此密切，而且是越来越密切，所以不会有美国的大型企业愿意冒着和中国关系恶化的风险去选择这些过气的政客。那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这些被制裁的美国官员每一个都会因为中国的制裁令损失几千万到上亿美元不等的收入，所以我们才说中国制裁令是砸了美国政客的饭碗。所以你看外交部的制裁表态，它是一个软飘飘的说我们制裁了这个美国官员看上去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你仔细算一下，这其实就是中国以自己的强大的国力逼迫美国企业进行一个抉择。
啊，是到底选择中国庞大的市场，还是继续供养那些已经退位的没有权利的前高官呢？那在现实的美国社会100%的企业会抛弃那些被制裁的对象。此外，那些被抛弃的官员也几乎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可能，因为他们想要继续担任这个官员那基本上就要需要背后金主的支持竞选是需要钱的。那蓬佩奥之前呢在位的时候还说自己可能会参与竞选总统，但是制裁之后呢屁都不敢放一个，因为他没有钱了。其实随着中美贸易联系的不断紧密中国制裁的力度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总的来说，中国的制裁现在不仅是影响力大，而且是特别的精准。有的被制裁的官员及其亲属，甚至是关联的企业都会被列入这个制裁名单中。毕竟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任何肆意辱华的政客都找不到工作，让他们悲惨的遭遇给在任的美国高官敲响一个警钟。